必须要您看到的是，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一些往来。现在呢，美方这边的意思是说，其实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大家就坐下来讲啊，我们很有诚意啊。来看看他们的驻青康达现在到中国访问了，那中方专家的见解就是说，这个就是为了更高层的接触来做铺垫。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今年2月的时候其实来过一次啊，那是在什么事情之前？是在本来布林肯要到中方访问，也就是在整个间谍气球事件之前。好，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布林肯访中做访问，这次目的到底有没有一样？有可能哦。但是也有人在讲啦，因为就是为了为长官做铺陈，所以你也不用太想说呢，这一次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表现，一切循规蹈矩来。而最近你会看到，基本上美方这边感觉是有善意的，包括了6·4当天呢，布林肯他的发言跟去年比起来，都差这样，差很多哦。因为今年这个天安门广场周年纪念声明，布林肯在去年的时候，他讲什么？讲到了无数人被监禁，讲到说现在被杀害的人数呢仍然未知，讲得非常的明确。今年是怎么说的？今年没有提到什么屠杀抗议者的内容，也省略了香港民主终结或者是西藏等等维吾尔族等等的新疆问题，这些议题敏感的他们都没有说，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讲了，他是不是在寻求缓和关系？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马上共和党就跳脚了，他们说啦，这样子的做法让你看起来像一个痴情的少年，好像你一直想要讨好中国，但人家又不理你啊，结果你就是向北京投射你的弱点。共和党的参议员话讲得很直接，说这些外交舞蹈就像是热恋中的少年一样，完全对中方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现在其实在很多地方，两边的两军是有点短兵相接的感觉的。最近基建已经越来越多有所谓的近距离的冲突事件，包括了我们前几天看到了苏州号呢，直接就从美国驱逐舰周允号前面左边这样斜插出去，距离大概只有137公尺，其实是蛮危险的。白宫这一边的他们的国安会战略协调官呢，Kirby 直接讲说，这个呢就是咄咄逼人的迫近行为，还说上一次的 RC-139跟歼16到这一次的苏州号还有中允号。再来呢，不久之后他担心就会有人受伤了，而且他强调这个是不安全、不专业的拦截行动，完全无法接受。好，可是中方这边，汪文斌外交部发言人的讲法是，他说事实的真相是你们一直来我们家门口的，是你们在进行这一些赤裸裸的军事挑衅行为，强调挑衅的不是我们。但是在美国人的观点，他们的众议员特纳就直接讲了，说人家一直在你前面，要么就是给你那个尾翼气流，要么就是直接从你前面拦截出去，让你差点要出事，那就表示是难以置信的侵略。我们必须要站出来说，他们把我们当对手，我们就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但是讲到了侵略，再看到这个地点，就会想问，到底所谓的侵略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大陆专家讲法是说，其实中方这样做就是要让美方感受到在中国后院行动的风险是什么。所以呢，他也在讲了，就像是上一次相会，李尚福直接拒绝了奥斯汀的会晤，就是要决心遏制两边的双方沟通管道吗？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基本上就是要在告诉你，游戏规则变了，不是现在都是什么都是你说了算。而最近呢，大家也有人在问说，中方跟俄方是不是有所谓的联合军演？好，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看到了说俄军出动了60艘的舰艇，太平洋舰队军演的同时，居然看到了055大区也出动了，而且还通过了这个对马海峡进到了日本海里头。大家就在问，到底是联合军演还是再一次的绕日航行？因为上个月中不是才刚来绕过一次吗？怎么又出来了？又要绕了吗？大家就觉得说，在整个东北亚这边，日本这边当然会紧张，所以呢，冲绳这里就开始有民间团体很担心了，说，美国普天间机场在这边啊，如果又要搬移啊，或者是真的就是卷入了东北亚这边一些战事的话，那担心把日本也卷进其中，特别是台海危机，日本有事，台湾有事，他们听了其实会担心。好，新加坡的防长就直接告诉你了，基本上啦，日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改善
对华关系，他觉得这个才是为东盟稳定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把你对华关系稳定了，整个东北亚是不是局势就会相对的稳定？整个东盟、整个亚洲是不是才能够真正稳定？但回过头来要请教倩姐，怎么样来看？现在康达美国驻青访华，很多人说这有可能就是布林肯访华的前面的这个序曲。对，其实你刚刚这么长的一串讲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美中两国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了外交上面是纵横捭阖，并且产生犬牙交错的各种关系，而在军事上呢，变成你来我往，常来常往，这两个都是现在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先讲这个外交上面的纵横捭阖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方，仿佛美国一直在做的这个阵营对抗呢。我们拿最有名的 Quad 好了，你这四方里面至少是有印度吧？可是最近他们在相会的那附近开的记者会里面是没有印度的，对，它只有美日澳非四国。而这个时候，印度去哪里了呢？印度去加入了海湾国家的一个新的海军联盟，那个联盟里面有伊朗、沙特、阿联酋、卡达、伊拉克、印度。所以你可以看到被他们视为一个端点的，因为你的印太战略里面一定要有印度嘛。那这个印度呢，他也在选择他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他有的时候会加入美国主导的阵营，有的时候会加入海湾国家的阵营，那有的时候会跟俄国进行他各种的商贸军事合作，也会跟日本、跟英国、跟中国做各种各样的军事往来。所以你在这一个大的混乱的时局里面，你很难看到美国所一意要主导的这个单一阵营，然后用阵营对抗的这个大战略成功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小，因为其他的国家都已经站起来在寻找他自己的利益了。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二个大块那个就是关于东北亚跟南海不平静这个部分。这次我觉得在外交上跟话语权上呢，的确中方展现了它绝对的可控性。就是说，美国当然会说你不安全不合规，然后说你有不专业。那中方的反应是很好的，就是什么地方不安全或不专业，其实它是按照国际法的规则，在谁家的门口是合法、合规、专业。那么像这样子的你来我往，或者是常来常往，在日本附近的常来常往，在南海的你来我往呢，都也显示出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是美国本来想运用它的军事，用自由航行去做各种各样的，像在空军上面就是低空破防，在海军上面呢就是抵近侦察，甚至现在在抵近监控的这种作为。可是中国大陆它用它的海空的实力告诉你说，在我家的后院，如果你想要迫近监控我们，无论是在空或海，你都再想想。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而且你想想看，这一次包括所派出的苏州是7000吨级，而中云是9200吨，所以中云其实比苏州大。可是苏州去做的时候，他没有把他其他的大船派到你旁边，他还很客气的放了一个苏州，可是他展现出来的决心，跟展现出来在自己的后院可以捍卫这个区域拒止圈的这个能力，是已经让美国跟加拿大的军舰都要重新想了。我今天去看到了那个美国海军的新闻网，他们中间真的是非常愤怒的，就是把这些信号啦，包括他们的录影都放出来，而且把他们的口气也讲了，说你在国际海域等等等等。那这些作为虽然在美方来说，他还是在指控中方是不合法不合规，但是相对的中方的作为更让大家会想到，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加州的海外，或者是你要放在美国的纽约的外海都没有，它是在中方的领土跟领空的附近，它的确就是中国在面对美国的迫近监控它不单是以前的抵近侦察，它现在更用压迫性的去监控你的行为，甚至在你的军事的训练的过程中间，它也会加入，就是 RC-135。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外交上面纵横捭阖，所有的组织会犬牙交错，有各种很混乱，跟着各种不同的组合。军事上面呢，就变成常来常往，你来我往，不会有一方会单独的有所谓的自由航行权。那在这个地方，我还要补一句，就是
中国大陆并没有亮剑，没有亮武器，没有亮它的火箭军，没有亮它真正的大武器，它只是让美国知道你所谓的自由航行在我家门口不可以。来，赖老师。拜登一直想要见习近平啊，对，目前来讲只剩下2个时机是最好，一个就是9月集团体在印度，是，另外一个就是11月 APEC 啊，在美国。如果这2个时机错过了，那就等到大选后了啊，所以对拜登来讲，他的时间的压迫感是越来越大。可是问题就在于怎么见。美国的言而无信，说一套做一套，中国大陆对他来讲真的是完全没有信任感。我觉得伯恩斯 CIA 不是这个美国驻华大使，我觉得 CIA 的局长到中国大陆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中情局的局长如果再说谎话，啊，或者是欺骗诈术，那美国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言了。因为中情局的局长如果说去对方去进行最终的最关键的情报的一个或是意向的一个表达，如果他又是一种玩弄权术的话，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头，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跟美国打交道了。所以我觉得伯恩斯去中国大陆一定是放出一个具体、明确而可靠的一些讯息。那当然，这样的情形下的话，那双方可以谈了。双方可以谈，这一次你看就直接到北京了，不是在天津或是在廊坊啊。那在北京直接谈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字，我觉得这个词是过去比较少见的了，就是富有成效的。那富有成效的讯息就是说，双方有在往一些方向调整。我们并没有说双方都让步，而是说双方在往一些缓和的方向在调整。那在往缓和的方向调整的时候，也就是为这个布林肯去访问铺路了。如果布林肯能够到大陆去访问，那就为拜登的见面铺路。再强调，由于时间点如果要压在9月。那7月是最后的一个关头，因为双方的外交部长要经过多次的磋商，到最后才有办法让两个领袖能够会面。而这个领袖的会面，如果拜登又在玩说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那我相信那个中美未来的交手可能就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就在外交的谈的这段时间内，军事上当然就不能示弱。所以中国就直接的挑战了美国，而且我觉得直接的挑战美国，就直接告诉美国人，我就直接扑你而来，不是扑你加拿大，也不是扑你德国的船，我就直接扑你美国的船，扑你美国的飞机。那在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其实美国人也感受到害怕了。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跟他同等量级的对手交战，或是交手。其实美国害怕失败，美国也胆怯。因为中国现在的是新式的战舰，你看这2艘战舰简直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刚刚雷清有说中银号吨位大，块头大，可是你不要忘了，现在的海军块头这么高，尾高这么尾杆这么的高，构型很复杂。那个构型很复杂，那就是代表什么？它落后啊，它旧啊，20年前的老船啊，跟现代的新式的苏州舰。那个轻巧灵活火力大，那个简直不是同一个量级，我相信了。而且舰载武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一个是最先进的，一个是落后。我相信美国的水兵啊，自己坐在自己的舰上，看着我开的这个好像20年的福特号，就是20年的福特那个汽车一样，福特汽车2手的福特汽车，然后看看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苏州号过来的时候是完全智能的比亚迪。那种心态是觉得我们好丢脸了，我们美国海军开的这个都是锈迹斑斑的，人家那个海军漂亮的不得了。我觉得那个简直不是同一个量级，虽然它的吨位大，但是作战能力是完全不一样。是，来，东哥怎么看？像我们当记者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讲说哪里有新闻赶快去，那你看这一次美国它这个跟加拿大这一艘船叫蒙特罗，上面载满的记者载满记者就表示说，你们记者赶快帮我拍一些画面，我要到国际社会去控诉。你知道坐船是很辛苦的，那不跟游轮不一样那军舰坐上去，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等。左舷切入，距离137公尺，哇！其实记者都在那边等他这个情况就好像最近最有名的
郭台铭跟柯文哲会面，这你们三更半夜，然后2个人海誓山盟，带一堆记者去，郭台铭自己开自己的飞机载一堆人去摄影，这个就是有意图，就是说我要让国民党看你不要我，可是人家可巴着我，就是气她男朋友，有点这种味道。这个就是你记者被带去，你要知道你的角色。那今天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这里。老实讲，这是美国主动，已经搞了快5年了，2018年到现在嘛，对不对？是你主动去挑衅，你到人家家门口怎么去漂洋过海啊？对不对？这里也没有你的领土，也没你什么，你就来这边，然后说我要自由航行，这个其实在国际社会上是说不过。可是他那些狐群狗党包括加拿大这些人就说，对啊，这里应该可以过来啊，那可以过来，可以啊，那中国大陆跟俄国明天就开始到。加州外海那边去做军事演习，可不可以？你一定说不可以，这是挑衅啊！碰到你就叫挑衅，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就是这样。美国现在他碰到了难题是怎么样？中国大陆在军事上不理他，他就高深莫测了。他以前叫谁来就来，他随便叫一个罗森伯格的人来，3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要跟他见面呢。他这个层级是不高的啦。老实讲，他在我们台湾以为他高的不得了，窝囊啊，他不高啊，他其实不高。然后他渐渐把个人的那个想法写个报告，然后再送到国务院给布林肯看说这些人。那他还有一个意图是什么？看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布林肯可以去中国啦。我告诉你，美国就是来这一套那他过去对不爽的人就是制裁嘛，所以他制裁到李尚福。李尚福是2018年，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买武器，我看买武器你制裁我，这是我国家的政策那拜登说，那他在机械文说李尚福这个我们正在谈解除他的制裁，结果国务院把他火结，国务院火结总统，那美国到底是什么制啊？总统是3军统帅，是全国最高的，他讲的话被国务院火结，那当然李尚福代表是中国大陆，我们中国大陆怎么可以受这种欺辱呢？你把我们李尚福国防部长把他做制裁，然后又要我们跟他见面，那这个我们又不是像其他国家，像你们其他国家大家对他那么恭顺，你对美国越恭顺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所以李尚福在相会里面见了好几个国家的国防的领袖，对不对？包括新加坡，包括什么这些都见了。每个人他都可以见，就是不见你奥斯汀。那这个其实挫了美国的锐气。那美国其实他现在也不晓得怎么办，他派很多人。前阵子派华志强，华志强寄回来宣布说，他离职了。前一阵子又派血办说我的工作任期只到6月，6月快到了。现在又派康达去，每个人都在做试探。他们其实现在摸不着头脑。我相信罗森伯格来这边也有，就是说你们台湾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协助我们，让布林肯可以去大陆？这个不是越来越可笑吗？其实现在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上面，大家就在看嘛，美中已经很明显了，中方这边态度在转变，可是呢，美方其实还是持续的想要在这个东北亚或者是整个它的印太战略上面能够再下一城。先前不讲了吗？说NATO 北约是不是可以来到日本这边设办事处？好，现在呢，马克宏同样北约的一个成员的领导人嘛，他讲说什么？他说我们应该要专注在大西洋事务里头。金融时报就在讲啦，说基本上啦，其实有蛮多的法国官员都是对这件事情他们是有疑虑的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既然叫北约，那是不是就应该要专注在地理区域的北大西洋区域？我们不要让这个，因为北约它中间有一条第5条，这个就是集体防卫事务嘛，不要搞得好像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跟北约有关系，万一哪边打起来，北约他们自己成员国当然会担心。好，现在呢，马克宏这样的表态，王毅赞赏他说，这个就展现你的独立自主啦。好，可问题是，里头对北约现在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解决？要怎么样解决？好，原因就是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 ，CNN 的独家报道说呢，先前我们看到在莫斯科这边很多无人机的攻击，大家都在问到底哪里来，是不是乌克兰这边来的？CNN 独家报道说，消息人士指出，是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培养了破坏特工，而且跟他们提供无人机来发动攻击。而美国官员的讲法是说，这一些不是从乌克兰飞到俄罗斯的，是他们从
俄罗斯的境内直接发射的。同时呢，他们也一直在问，未来这一些无人机或无人机部件运送到俄罗斯，是不是就是在这边来进行组装？又或者美国他现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当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袭击案件的时候，到底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劝乌克兰不要在其他的地方玩火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大家开始在问了，因为一方大家都在问是不是要和谈，是不是要好好的停战，停下来谈，美国这边的态度又是什么？好，泽连斯基讲了，说其实啦，在他的感觉就是，现在美国要进行大选嘛，选完之后换谁不知道，可是他觉得比起川普那个说只要他一当选24小时要结束战争的川普，对他来说，他觉得拜登比较好啦，他感觉比较舒服啦，至少拜登从乌战打到现在有一种情感的投入，这个是支持乌克兰的基础。只是拜登真的能选上吗？好，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前白宫医师认为他在精神或身体上好像都不太健康。可是即便是这样，美国整体战略可能某些部分谁来当都一样，好，包括什么？包括了联合抗中。现在他们要找的是印度，美国跟印度的防长呢，现在又再一次的会面了，说是不是就是要拼联手一起来抗中呢？但中方有人就开始嘲笑了，嘲笑什么？说，哎呀，你们印度的军队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威胁啦，因为不太可能会赶上，甚至呢，在商会上头，这是解放军科学院的一个大校，他的讲法是说，印度呢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太可能会赶上中国。好，可是印度会说，哪有？我们很厉害，我们自己自制航母，他们的第一艘自制航母叫做维克兰特号。好，现在呢，他们还要赶紧再打造第2艘。现在大家就在问，维克兰特号，如果你去搜寻一下先前的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它是打造了13年才成功完成的。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还真的很落亏，那个时候有上全世界的新闻，因为第一次下水就边开边漏油，甚至没多久就直接被拖回厂了，也曾经传出做爆炸事故。好，可是现在他们要说加紧赶上，要造第2艘之外，他们的基建这个部分呢，现在也让很多人在问它的工业技术行不行。但你来看到这个画面，好，这个呢是耗资170亿卢布横跨恒河的一个大桥。现在说在从2015年开始动工之后，到现在好不容易完工，结果呢这些年来好不容易完工，却是在桥面进行修缮的时候，变成了第2次的坍塌，而且是很严重的一个坍塌意外。大家就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甚至呢，现在还有人在网络上，这个留言就蛮恶意的，他直接问，是 MIC 吗？是 Made in China 吗？马上引爆了中国人的怒吼，他们就在说了，好啦，什么都是中国的错，拜登摔倒中国的错，美中关系差中国的错，印度桥断了也是中国的错，那中国到底错在哪里？他们就想问。回过头来请教雷姐怎么样来看现在北约想要到日本设办事处，但是呢，马克宏说我们能不能就留在大西洋？这个赖老师比我更熟啊。法国一直是希望它有战略自主的一个欧洲的大国，而欧洲在2战世界之后呢，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最大的国家德国是在被美国看管的状态。由于他们是战争的发动国，那当然意大利也是了但是因为他们是战争发动国的缘故呢，他们在被看管的状态，使得欧洲的防务，就是您刚刚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2个阵营对抗中，是以美国跟英国为最主要的。无论是它的武器，或者是它的基地，跟它的整个战略部署，美国跟英国以外，在欧陆上面，当然在德国也有非常大的基地，可是法国没有。法国一直保留了它的战略自主，也保留了它在军事武器上面的自行研发。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欧洲的国家可以跟美国说一个小小的不，我要说一个小小的不，因为毕竟北约是个大大的组织，能够说个小小的不的，恐怕就是法国。所以这次马克宏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不至于有这么多的欧洲的人来联手干预亚洲事务。
我记得前段日子菲律宾有几位政治人家都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欧洲的列强，他们从大航海家时代就很习惯来插手我们亚洲的事务，并且是用殖民的方式。殖民的方式就是我的制度、我的系统比你优秀，所以我一定要来教化你，我要把我的制度、我的系统加诸在你之上。那这种欧洲人的欧洲至上主义，曾经是我们亚洲非常多国家的痛苦。那现在呢，如果北约再用他的手侵入了亚洲的事务，那我们在域内国家自己去寻求和平的机会就会趋近于零。因为域外国家他们的国家利益跟域内国家是相反的，你在南海就看得非常清楚，为什么美国一力的希望把南海推入战争，而南海的诸国，包括最近由印尼主导的这个 Komodo 军演，就是说，我们域内的国家要赶快试图的去合作，就算你们有阵营对抗，但是只要你们都跟我们印尼好的，那这一次的科莫多军演有49个国家来，是对了未来如果有人为或是天然灾害的时候，可以共同的来营救，来做一些准备。好，那像这样的这些域内国家的努力，你可以看到这个军演呢，它很认真的避开了南海，它避开了西菲律宾海，它在一个整个是在印尼跟它的这个东马来西亚的东部跟印尼中间的这一片海域，就是为了不要引起误判，不要产生各种的擦枪走火，所以域内国家都在认真的在做南海行为宣言之后的南海行为准则的预备，可是美国仍旧在把我们往战争去推，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在一个犬牙交错的各种组织中间，每一个地区的人要为他们自己各地区的最好的、最佳的国家或区域利益来准备，而不可以由别人来主导它的未来。好，是不是亚洲的事务就由亚洲人自己来处理就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要带您看更多。好，我们刚刚讲到了亚洲人的事务，是不是亚洲人自己来解决？那请教一下最懂法国的赖老师，怎么样来看？我觉得美国跟英国等一些像北欧的，像立陶宛等这些国家，他一直想把北约引进亚洲来。然后日本本身也在牵头啊，所以岸田文雄跑到北约总部啊，其实就是一直在筹划这件事。那谁推进呢？就是一个仇中反中最严重的他的北约的秘书长。要在卸任前一直要推这个部分，可是马克龙很清楚知道这是违反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宪章，因为北约的宪章它明明白白的写的就是北大西洋地区，你不能够跨进太平洋，更何况宪章的精神就是防御性，不是侵略性，不是攻击性，所以马克龙是强烈的反对。其实马克龙不会孤单，为什么？因为欧洲大陆有很多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这些国家，他绝对不会赞成这个北约进入亚洲来。为什么？因为它是集体军事同盟防御条约，一个国家打仗，其他都要支援。可是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利益关系，你看“一带一路”是进入希腊，希腊的汉邦托克港多重要啊！那而且呢，从希腊这边要往北马其顿这边地方一直走到萨尔维亚，到匈牙利，整个连在一起，而且之前是跟乌克兰是连在一起，整个这一条“一带一路”是连结的。所以对于南欧、东欧，其实有很多国家来讲，中国大陆跟他们利益是整个交织在一起。那他们有什么理由？因为你美国的关系，然后引入这场战争呢？不过我觉得马克龙可以起作用的地方是在于，第一个他是欧洲的大国，第二个他是欧洲的军事上的强国，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是共视觉，所以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站起来反对，其他的国家起的作用不大。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要进来亚洲的这个目前不可能性会比较低。那当然他们就在会议中就跟马克龙吵架。那马克龙看起来他的因为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学哲学的人，理念认定了以后，基本上来讲他就会朝理念走。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马克龙这次到中国大陆他们的访问是成功的，而且彼此之间都信守承诺，那么继续在朝承诺走。我觉得他们也奠定了另外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也就是说，元首要重承诺，
严守要重约定。这个有没有凸显出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一届的领导人，这个不太好。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好，最后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1823年哦，刚好到现在的100年了。美国那时候有个总统叫门罗，他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因为美国那时候国力不强，他说美洲就是我们，其他国家不能来干涉，因为那时候很多国家它的海洋力量非常大，他们占领了这里，占领那里，所以美国就提出这个。那100年以后。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倩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新加坡巴林亚太基金合伙人雷倩。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好，等等资深媒体人董志生也会来加入我们。好，不过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整个最近的新闻当中，大家想问的就是，以前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他们坚持的就是民主、进步、自由等等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不是很多时候到了选举的时候，为了胜选，皆可抛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疑问？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报道出来了这么多 Me Too 事件嘛，结果呢，在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民进党的前妇女部党工，他在讲说啊，就是过去啊被这个合作导演性骚扰的时候，他的长官当时的妇女部主任曾经告诉他，怎么当下没有叫出来呢？没有跳车呢？我不懂然后事后呢，也有人在网络上头跟他讲，讲说呢，其实选举只要能赢，投给性侵犯我也愿意。我们就想问，这样子是符合民主进步价值吗？他们的支持者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轮廓呢？而过往呢，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民主进步价值很大一件事情，蔡英文任内很重要一个政绩就是他的性平。好，讲到现在性平虽然有点讽刺，但是蔡英文曾经讲过，说亚洲是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对此呢，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可是也在这一波的 Me Too 风波里面，我们发现了，他们里面有这个前党工，竟然呢有曾经辱骂同志党工，讲话讲得很难听，还逼他们下跪道歉。我们就想问，这真的是所谓他们的民主进步的价值吗？这是他们的价值核心吗？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独立是他们很多人加入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信念，甚至说是神主牌啦。但现在呢，赖清德直接讲说想跟习近平吃饭，让柯文哲抓紧机会，当然赶紧酸啊，说一直都说我们中共同路人啊，他不就是中共同犯人吗？想要一起吃饭，他讲可以，因为他台独精孙啊，我讲就不行，这个社会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又或者只要是民进党讲说什么，说紧急的时候其实可以重启核电，当时他赖清德的这一番讲话，现在昨天环团在跟蔡英文对话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出质疑啊。总统的讲法就是讲说，是在非常困难、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穷尽其他能源选项的情况之下，总统呢才会以紧急命令的权力范围来做处理。可是我们就想问，那所以呢，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核电不是说你现在要重启，马上下一秒就可以重启，它有多少的准备期？那跟你原本的非核家园设定根本不一样啊！所以在今天台积电的股东会上，就直接有小股东问刘德英了，说到底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到底缺不缺电，会不会影响台积电？听听刘德英怎么说。如何应对美国台湾水电短缺的风险？政府有何协助或是承诺？台湾的政府也，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台湾的政府认为我们电是够的，那我们只能相信他了。
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全文播出哦。那个笑声我们没有给它放大哦，它原本现场一讲完之后，大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台湾政府这样讲了，我们只能相信他了。好，台积电呢，当时也被台湾政府讲说，去美国去很好很好。可是现在呢，说他们的台积电文化在美国这边设厂激怒美国人了。好，原因是因为他们有2个蛮重要的制度，一个呢是轮班，而且工时很长。像他们美国厂的员工曾经讲过，每天工时12个小时是常态，周末轮班也很常见。还有一个呢，就是服从的工作文化。好，可是问题是，美国人真的准备好了吗？台积电方面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长工时等等的指控啊，他们表示一切基本上呢都是符合所谓的标准的，没有所谓1个星期平均工时超过50小时等等等。但是我们想问的就是，到底政府理不理解？在所有的商界、制造业，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一个难局？好，其实呢，在今年要选举了，很多人讲这个时候讲事情会不会讲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又来了。来看到的是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这一期呢来到了台湾，大家就讲这个时间点来，基本上是不是就是要来面试的？因为他讲说他要跟各党的总统候选人见面，他讲啦，他说我们没有什么面试啦，我们只是想要表达长期美国对于台湾选举的一个关心还有关切，然后我们希望能够严防外部势力来干预你们的选举。好，这么一件讲法呢，大家就开始问，既然要跟各党见面，那大家排什么时间去面试啊？侯友宜这边讲法是尊重美方规划啊，那去之前你得要先准备考题，对吧？那大家就会问了，侯友宜，你的两岸论述到底是什么？现在说了，在蓝营的全代会里头呢，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的两岸论述党纲的部分是不变的，沿用的是2011年，强调9·2共识、一中各表。好，可是有知情人士出来讲了，说侯团队还在思考要怎么样来应对各方的意见，包括了郭台铭的和平宣言，然后呢，也还有的就是，你拿出来讲之后，怎么样不被2分法来绑架？因为他们就讲啦，这个是亲侯人士哈，他讲说，现在要找的是一个最有利台湾人民的，也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向，而不是流于低俗的是与不是。但是对岸很明确的告诉你，他们的讲法就是宋涛，像国台办主任讲的，坚持9·2共识才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好，对岸话已经讲到这样了，柯文哲他认为啦，蓝绿现在呢可能都会利用统独来做政治工具，他觉得这是不对的，他相信台湾可以改变中国。我们就想问，台湾如何改变中国？讲出这句话会不会太过天真？或者柯文哲他真的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副案？他现在人在日本，回来的时候大家更希望听到他好好把这些讲清楚。但回过头来请教董哥，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就发现了，从新闻或者从事件当中，民进党原本很多他们的价值，好像到选举的时刻都会有点变调。其实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现在在爆料这些人这些加害者他有个共通性，他们很有本事跟能力，帮民进党获得政权，就很会选举。比如说洪志坤他智计百出，哇，可以帮柯文哲、帮陈吉，帮民进党很多人选举选上。那譬如说我们看到的资政他们很有钱，金主那些志工我们不要钱，自己来帮忙，所以我们骚扰一下这些工读生、小党工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获得任何好处，都在帮你们呢，对不对？那被帮的人是谁？颜若芳也被帮，对不对？然后吴思瑶也被帮，大家看然后他们的处理态度就是怎么样？就是报警不了了之，或者叫警方不要办。那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话，那答案就变成只有一个了。就是谁能够帮民进党获得政权的话，我们对于这些性骚我们就要容忍，所以性骚是民进党的 DNA。简单讲就是这样嘛，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那所以你要去讲民进党这些，他其实最后又是不了了之啊。那时候的 Me Too 事件，民进党也是多少女性立委出来，哇，讲东讲西，那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妇女部的主任蔡婉芳他出来讲，他说有一个公卫大佬约我跟他去泡汤，是不是语言的一个性骚？有没有办下去？没有，他自己妇女部主任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以前雷倩的同事黄淑英，黄淑英是女性立委，他说离谱到什么地步啊？说
跟我握个手，他在我手上画小圈圈，会抠我的手指，是不是绿营的大佬？有没有搬下去？没有，哦，那个事件你有印象，所以你就知道在民进党里面，这个真的就是 DNA。大家记得台湾哦，这种性骚最有名的当然是陈为廷嘛。陈为廷从高中就开始了，大学又来了，研究所那时候太阳花实践好又来了3次啊，结果怎么讲？蔡英文说陈为廷这个年轻人哦，我们不要伤害他太深了。各位，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种性骚扰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今天讲洪志坤，讲这些颜志花这些，其实大家我觉得都不觉得奇怪，他只是刚好，有这桩事情，就是飞哥这个导演，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很多人隐忍很久了嘛。他隐忍很久说，别人敢讲，那我那时候受的欺辱，我也要把它讲出来。所以今天你看到民进党现赖清德说我要叫所有的主管跟我去上性平课，他这个只是在希望说不要伤害到我的选举，他心中就是大局为重啊，我一定要赢得选举。所以赖清德为了赢得选举，民进党2张神主牌台独他也放弃了，反核他也放弃了。你现在叫他下跪，他也放弃，他也马上跪。我告诉你，只要让他选上啊。所以民进党你要了解这个党，他嘴巴讲民主，他们其实最主要就是看选票，选票我只要赢了，然后我就开始歪钩，开始捞钱，然后再开始养这些性骚惯犯，只要他们懂得选举啊。所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话，会发现这个党实在太可怕了。那他们所有的这些去帮他们的女性小党工，很多人是对他有理念的。你看卢思瑶怎么讲？说这些女生对于台湾事务有热血呀，他们满腔的赤诚来到我们民进党，来到我们民进党，然后被性骚扰，你们有帮他忙吗？没有。所以看到这样一桩接一桩就知道在民进党这个真的就是 DNA， 民进党就是靠这个 DNA 豢养他的一些金主，他的志工，或者他的一些能够帮忙打选战的人，他变成是一个这样的结构，这个其实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台湾特有的现状啊。是好，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就问，赖清德会不会办？他会办到什么程度？亮哥有在讲啦，他指这个人讲说呢，颜志发说这个是小英百工百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动者他觉得这个很难办。好，现在最新的快讯说是总统府资政颜志发已经宣布要撤告了。他本来说要对这个出来发文的女党工要提告，因为他强调说他向来是以公允磊落来自诩，绝对不为亏心败德之事，所谓的性骚扰都是莫须有的。可是他现在已经决定先行撤告，而且呢，他也向蔡英文请辞了。请教雷倩姐，我补2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说赖清德要用轻描淡写、鱼目混珠的方式避重就轻的拖过这个呢，是做不成的。第一，性骚扰防治法的第7条，对于雇用人有课以2个义务，第一个是当你知道的时候知悉，第二个是要立即有效的纠正或补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在混说有各种各样的，有时候知道不知道。可是，在性骚扰防治法，我还不是在讲性平我说的是性骚扰防治法里面的第7条。你是雇主的话，这个雇主可以是机关，可以是单位，那只要是雇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那一系列的雇主包括他们去投诉的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知悉的那一刻，必须有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我觉得这个地方跑不掉。第二个呢，赖清德想要把性骚扰用性平的方式去转移焦点。性平是在性别平等的这个概念中间有一些申诉的管道，有一些固定的机制，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讨论申诉的管道或机制。如果你要把它挪到管道或机制的话，好像我们建立了管道机制就可以了，但是你这明明就是有投诉人、有时间、有地点、有屡次就是有好多次的累积的记录，这个是性骚扰，不是一个性平的议题。所以无论是性骚扰防治法给他的义务，或者是说就他现在的政治操作想要挪到性平这个角度去呢，2个都做不成。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要请教，那
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整个事情发展到现在，那大家就想问了，他们原本讲的，比如说核电现在呢，到底缺不缺电？刘德英今天很幽默说，政府认为我们够用，那我们就只能相信他。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那他们去了美国之后又比较好吗？现在美国 AIT 主席人又来了，而且就很直接的讲说，他要跟各党的总统候选人会面。2块，第一块我们先看到了，就是美国在台商会说我们很担忧台湾缺电。欧洲商会也明白的说，我们担忧台湾缺电，连这个我们台湾的工商协进会都说我们担忧会缺电，全台湾广大的民众都说会缺电，唯独我纠正一下刘德英哈，不是台湾政府，是民进党政府啊，唯独民进党政府说不会缺电，那问题就是老百姓信吗？老百姓如果信的话，那才有鬼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既然有鬼，蔡英文内心里面也有鬼，所以他说：“我可以启动核电。”那意思也就是他还是担忧会缺电。连蔡英文在这个时候都给自己预留后路了，说我可以用紧急命令来重启核电，那这代表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把握。既然也没有把握，那我们要问环团，这已经不是双标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原则立场的问题。你本身反核反到要死要命的那些人，说我是人，所以我反核的这些人，如果面对民进党重启核电，那你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你是继续把票投给民进党，还是站起来强烈的要把民进党这个政府推翻掉？我觉得你要给人民一个交代哦，因为当初就是你们一直在那边坚守的，所以才把今天台湾搞成这个样子，你要负完全的责任哦。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都是不能够回避的。那么 AIT 的主席就等于是大拉拉的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台湾，我就是介入台湾的选举嘛，我就是外来势力介入台湾的选举啊，没得起面了，我就是介入了，所以我要召见三个候选人，我每个候选人我都要谈。原来我们现在才知道说，我们台湾的这些候选人原来是来见美国妈妈了，还是美国爸爸？可是她是女性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美国妈妈。那这样的情形下，那你侯友宜要不要被摸头？要不要被召见？柯文哲你要不要被召见？赖清德我想铁定是会被召见的啦。那我觉得这样子情形下，我们台湾人的尊严何在？我台积电我这边还是要正告啊，你在美国厂，你就必须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依照美国的文化。你既然遵守美国法律，依照美国文化，依照美国的企业，依照美国的管理制度，你不能够歧视台湾的人在美国工作的人。你不可以两套标准。对，你如果两套标准，就是对于台湾人的严重的歧视。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台积电的股东都应该站出来说我们反对。你在台湾遵守台湾的文化，按照台湾的法律，按照台湾的规章没有问题。你到美国，你按照美国的法律规章的时候，不可以美国人不做了台湾人做，不可以美国人不加班的台湾人加班。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道理，不可以歧视台湾人。台积电不可以在全世界做一个最坏的榜样，说我台积电在美国我就歧视我自己台湾人。我觉得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你今天说50个小时，美国人觉得50个小时，你不能够50个小时只针对台湾人，而美国人没有50个小时。另外一个部分，我还是觉得侯友宜你在回避什么？92共识在回避什么？当初1992年有了92共识，两岸和平了。李登辉撕毁了以后，搞了两国论，两岸关系紧张了。陈水扁上来搞一边一国，两岸关系紧张。马英九回来了，92共识，两岸关系稳定了，缓和了，安全了。蔡英文上来又撕毁，两岸关系又紧张。大家已经看到了，92共识确实是两岸之间的定海神针，而且让外来势力没有办法在两岸之间来去挑拨、去挑衅、去搞得两岸关系紧张。我们2300万的台湾人都不想打仗，如果真的要打仗的，我就奉劝30万的民进党的党员，每个人都去当兵，而且都要当5年到10年的兵。你们既然那么想打仗，就去当兵，不要在那边说鬼话。好，其实呢，现在在两岸之间的关系，美中之间，他们双方其实都很在意。